科技战、贸易战，中国都没怕过，唯独意识形态防线切莫沦陷。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尽管中美双边关系已经成为了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然而近些年中美两国关系却降到了冰点，责任一切都在美方。这不是推卸责任甩锅，这完全是有事实根据的。是美国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是美国竭尽全力发起科技战，对中国的科技封锁，也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上拉小圈子打压围堵中国，是美国总是以莫须有的涉疆人权、台海、南海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而这样的挑衅太多了。身为中国人都能够切身感受到，中美之间现在除了热战，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无论是科技战、贸易战、网络战，还是70多年前的热战，中国都没有怕过，但唯独意识形态领域防线却开始有了松动的迹象。美西方利用信息控制、传媒传播，还有文化输出和思想渗透，极力传播和推销西式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也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就比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效果文化有人认为是过于小题大做，称脱口秀本来就是冒犯的艺术，这不是冒犯的艺术，而是一种结构。只能说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是被国家保护得太好了，不懂外部环境的恶劣，一点敏感度都没有。而当年苏联解体前后，也是历史虚无主义对民族国家全面虚构开始的。比如之前的乌克兰金雕部队，还有前几年的香港黑豹，也是从污名化港警开始的，这些都是前车之鉴。解放军的荣誉不容解构，而事实上这件事儿根本不是上纲上线，是原则性问题，这是意识形态的一次斗争。事实上，文化传媒领域一直都是西方渗透比较严重的领域，也是东西方博弈的主阵地。看看隔壁日韩近些年一些年轻人的社会问题就知道了。而在中国同样也存在着这些问题。除了上边我们说的效果文化，最近的这些挑战民族国家底线的事儿，在大学的高校、传媒、文化等各个领域层出不穷。在去年上海震旦职业技术学院有人公然发表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错误言论，当时爆料的学生在现在都还被指认网暴，而这次网暴脱口秀音频也同样在被网暴，所以可想而知反动势力有多么的嚣张。同样发生在高校的还有很多包括合肥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等等发表的一些恶心的言论，讲起了西方优良基因理论等种族主义的言论，还有一些透着满满的功利性的言论，而这些都是教书育人的高校教师。除了高校还有媒体，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因为间谍罪被捕，而在他和日本外交官交谈时被抓个现行。网传美国哈佛大学自主中国人新闻人名单董玉玉是排在第1位的，而这个基金会就是专门吸纳培训非美国籍的记者和学者干的什么行当值得深挖。而美国对他国的渗透向来都是不避讳的，美国中情局公开在俄罗斯社交平台招聘，试图策反俄罗斯并获得俄罗斯经济或者领导的消息。对付苏联那套又用在了俄罗斯身上，当然这招也用到了中国身上。前年呢，中情局成立了中国任务中心，公开招聘中国各地方言的人，针对性已经很明确了，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而美国渗透的主要方式有这么几种，首先在传统媒介领域，美国大力开展文化等产业，输出美国观念和生活方式，试图把美国梦替代成世界梦。而现在美国渗透的手段更加隐晦，在新媒体阶段利用电影、报刊、电视、图书、传媒等系统轰炸式的渗透，比如向别国出口暗含美国价值观并攻击别国的价值观制度的电影、电视等等同时呢，诱导别国电视节目制作庸俗低俗化的产品，扶持各种民间自媒体传播，美化西方价值观，让别国认为美国才是高大上、真善美，美国才是领袖，不自觉就会被无孔不入的美式价值观洗脑。最后美国还通过精英培植延展意识形态渗透范围，他们培养扶植的代理人渗透在高校、研究院、传媒、文化协会，并通过课堂教学、理论研讨、文章著作、讲座报告等方式到处传播美式价值观，美化西方制度和价值观，进一步瓦解别国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制度认同。总而言之，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很激烈，只是很多人不了解外部环境斗争的残酷性。美国总想把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套用在中国身上，意识形态的阵地你不去占领，就会有人去占领。在科技、军事、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意识形态阵地斗争只会更加激烈，这个阵地要死守。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